你胆子还挺大的啊！抢人家老公还大摇大摆出来，简直不知廉耻。韵仪，表姐啊，你斯文不骂人，我不会怪你，但是我替你生气啊！你身为律师，受过高等教育的，为什么这么多男人你不爱，非要抢别人的老公啊？你说啊！我想我有必要跟你说清楚，我们从孟买回来之后，我就已经决定跟一元不会再有任何瓜葛。但是为什么事情会发展成这个地步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而一元又为什么会主动找我，我想你自己最清楚。抢了人家老公啊，还理直气壮，这个世界还有没有天理啊？小心有报应！算了，韵仪，我跟你说，无论你主动也好，他主动也好，你所做过的所有事情，不止伤害了我，你还伤害了我的2个孩子。啊，君年，你们要去哪儿？妈咪，我们去机场，我带他们2个回英国。不是过几天才走吗？怎么走得这么急啊？早晚还是要走的，早几天跟晚几天没什么分别。跟奶奶拜拜，快说。听话，跟奶奶拜拜。我答应，到了英国之后，我会带你们回来看奶奶。别这样，乖，拜拜奶奶，去抱下奶奶啊！拜拜奶奶。奶奶也好舍不得你们。君年啊，还是晚几天再走吧。我们一家人都没好好的吃个饭饯行，而且一鸣还有一心很快就回来，如果他们见不到你们，他们也会很失落的。不用了，妈咪，你知道我留不下去了，让我走吧。君年，我知道这次是议员的错，不过再怎么说，总是要让议员送孩子上飞机啊，对吧？不用了，我打电话叫他回来。不用了，妈咪，我答应你，我到了英国马上打电话回来向你报平安，不要找他了。不是啊，也许他肯哄回你了啊！别找他，妈咪，别找他，不要找他了。我知道他在哪儿，你找到他也没有用，他不会回来的，随便他吧。你知道了，所以你走得这么急。我对这个人已经死心了，就当我对不起你，我真的要走了。你叫他不要去英国找我。觉年，我舍不得你们，你们不要走，不要走。总之我要走了，你要好好保重。以后我不能提醒你了，饮食要注意。雪姨，是，你替我好好的照顾妈咪。我们走了。觉年，我知道我儿子太离谱了，就算你不回心转意，我都不会怪你的。但是你们要离婚，2个孩子多可怜。现在你带他们离开这里，到那么远的地方，一个亲人都见不到，你说他们有多可怜啊？我不能不走啊，我没办法留下来，让我走吧。觉年，我从来没求过你，求你看在我老人家份上，不要带走我2个孙子。妈咪，我求你不要残忍，让我们分离。妈，你干什么？你起来，我受不起啊！妈咪，你起来，你受得起的，你受得起的，是我自己。对不起，我要留下我的孙子，却使得你们母子母女分开，对你来说是很残忍的。但是就当妈咪对不起你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，妈咪，你不要这样。就算是我对不起你。喂，议员，你马上跟我回家。妈，又怎么了？觉年要走啊，你赶快回家。
朱 Sir， 来看令子，他怎么样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手扭伤了，因为怕被记者烦，所以叫他在医院多住1、2天。那我就放心了。现在你放心，我可不放心了。老实告诉我，男子汉说到就要做到，你是不是要等觉年离开，你才跟令子结婚？我不是说离婚就可以马上离婚的，我跟觉年和2个孩子都要过渡的，再给我点时间。现在只怕别人不给你时间，董事局已经决定罢免你了，知不知道？哎，总之你这样对我女儿，本来我是支持你的，现在决定弃权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妈，是不是我不叫你就舍不得回家？我没见到令子。有没有见到不重要，因为觉念已经走了。他不是今天走的，为什么突然提前了？还问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丢下老婆不管跑出去啊？为什么到现在才回来？觉念知道我难过，肯让2个孩子留在我们卓家。但是你呢？你做过些什么呀？你的心已经不在了。怪不得觉念会对你死心，连我都对你彻底失望了。这个家已经不欢迎你了，你跟我走啊！妈，既然这个家已经不值得你留恋了，你留下来也没有意思。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忤逆子，你给我滚呐！妈，我不是在闹情绪。刚才所有的董事已经开了个临时会议，他们一致通过罢免你在银行所有的职务。这些根本就是你咎由自取的。就是还没来啊！发表一下吧，发表一下。很感谢大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赶来。我们突然之间召开这个董事会，因为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宣布，就是我们董事局已经接纳了卓一元先生辞去主席兼行政总裁的请辞。妈，你这么做有没有问过我？一个连老婆孩子都放弃的男人，可以承担1间银行吗？是你自己毁了你自己的事业跟家庭。除非你把这个家再变回整整齐齐的，不然的话，你不要再给我踏进这个家一步啊！你跟我走啊！董小姐，说2句啊！董小姐，听说卓太太准备离开香港了，你说怎么？不好意思啊，请是不是你害他们离婚的？请说2句吧，董小姐。是，请你们让我面子。说2句，请你说说吧。你这只狐狸精啊！我要帮全香港的大老婆出口气！哎呦，有说话！董小姐，你有没有受伤啊？你现在心情怎么样？要不要帮你报警啊？有没有事啊？啊，你们受伤了，董小姐。根据图人拍摄到的片段，有位妇人向一位女人泼颜料水，而根据现场的消息，事主正是牵涉在最近富豪离婚事件当中的绯闻人物董令姿。妈，我出去一下。一元啊，你去哪儿啊？令姿出事了。哦，我在新闻里看到了，只是被泼了颜料而已，应该没关系的。我还是去看看她吧。喂，你要去医院看她？哼，我想不用了，我打个电话去问候就好了。毕竟令姿是我半个女儿。一元，你不要出去啊！你是不是真的想气死我啊？现在这种情况，就算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都不应该去见他的。你是不是真想要失去老婆、失去孩子、失去你的家？妈，你也听到了，觉念已经决定去英国了。那怎么样？大不了你也飞到英国去，你等他心软了，跟他一起回来。妈妈呢，已经考虑好了，你呢就陪觉年去英国，离开这个是非地，离开所有的诱惑，你们2个好好的相处，修补好关系，重新开始。这么做没用的。好，
如果你不听我的，不去挽回这段婚姻，我就跟所有的董事罢免你在银行的职务。哼，你说什么？是啊，我已经跟文书他们说好了。如果你坚持要离婚的话呢，你就不用再想当万基的主席跟 CEO。这个是妈妈给你最后的通牒。妈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为什么不行啊？我是你妈妈，也是万基的大股东啊。你这是公私不分，轻重不分，你这么做会损害万基银行的利益的。银行啊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，你不当主席，不当 CEO， 很多人可以顶替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觉年的老公却只有你一个，维维琪琪的爸爸也只有你一个，没有人可以替代。是非轻重，你还不会分吗？我这么大了，我知道自己做什么。